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立人，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播客节目。这期节目呢，会跟以前的有一点不一样，还是我的单口，但是我会在这期节目里来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算是我们第一期的听众来信吧。我其实经常会收到有些朋友会给我写很长很长的小作文，讲自己的高考、工作、人际关系，讲自己的迷茫，跟我分享他们生活里的困惑还有思考。我其实每次看到都会很感动，但是我也非常抱歉，我确实很难一封一封的认真的回复。我有时候会看见那种很长的很真挚的文字，我会想我是不是需要回报同等的长度啊？好像如果我只回一两句话，或者是回个表情，回个笑脸，好像显得我的回应就很单薄。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看很多大家的给我的私信啊、留言啊，其实很多大家的留言都会引发我的思考，这些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都有很强的公共性。我们都有过那些时刻，觉得怎么只有我的生活这么难，只有我不停地被出考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曾经会陷入那种思考的漩涡里走不出来，我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会专门为了我而设置难题、设置陷阱。当我今天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大家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也许我能以我的角度来解释一些问题，以我的角度来带来一些新的理解。所以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会不定期的用节目的方式、问答的方式来回复大家。今天我挑选了10个问题，然后我会觉得这10个问题大家表面上问的都是不同的具体的问题，但是背后好像都是在问同一种不确定，就是我这样的人以后会好吗？我其实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10几20岁的时候也有过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世界很小很紧缩，然后我看着别人好像什么都有，好像什么都知道，而我连明天该往哪里去我都不确定。我总觉得我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像是豪赌，而筹码是我的一生。现在回头看那些让我失眠的所谓的重大的选择，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决定性，它只是带我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它只是一段路走完了而已。我想说的是，这种不知道会不会好起来的焦虑，其实每个人都有，它不是你的问题，它就是青春这个阶段本身自带的部分。年轻的时候最难的往往不是吃苦本身，而是你不知道这些苦有没有意义，你不知道你现在的努力会不会真的通往某个地方，你不知道一段关系的失去是不是说明自己不值得被爱，你不知道一次考试、一个选择、一个工作会不会就此决定你的一生。我理解那种感觉，它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一种悬置。你站在生活的中间，前面看不清，后面也回不去。你知道自己应该振作，应该要努力，应该要往前走，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可是你的心里又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问，如果我还是没有变好呢？如果我还是不够好呢？其实20多岁离开校园，它就是一个从想象人生过渡到实际经历人生的年纪。小时候我们都是被哄着长大的家长会说考上好大学就好了，找到好工作就好了，买房了就好了，稳定了就好了。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延迟兑现。我们骗了自己那么久，不知道真的答案是什么了。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所有人在20多岁的时候，都只是在假装自己知道答案。你看到的那种笃定，那种从容，很可能也只是对方他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了，所以他也是选择了一个方向，然后硬着头皮走下去。然后走着走着，路就慢慢的清晰了。所以这期节目呢，看看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你的困惑。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他说，我是一名19岁的大专生，您的播客里经常提到本自具足，什么是本自具足呢？我明明很匮乏，我匮乏钱，匮乏爱，匮乏机会，人际关系，我明明缺这缺那的，到底什么是本自具足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他所说的这种
匮乏的状态是每个人的必经阶段。我所知道的再有钱的富二代，我所知道的学历再好的人，我所知道的长得再好看的人，他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感受到匮乏。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年纪小的时候有很多好的青春的资本，但是它的不够好的之处也是来自于你其实并不确定自己已经很好了。本自具足，它不是我什么都不缺，而是我不再因为缺而否定自己。我缺钱、缺爱、缺机会，这些都是真的，但这些说明的是我现在的处境，不说明我的价值。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不要把匮乏感翻译成我不配。一个人真正开始变好，从来都不是从我终于拥有了很多开始的，而是从我终于不再因为我没有拥有什么而轻易的审判自己开始的。我们就以缺钱这件事情来说吧，每个人对多少钱是足够多都有一个很不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在我们不同年龄阶段也会改变。前段时间我朋友还跟我说，好想辞职又不敢辞职，怕没有收入了活不下去。我说这个担忧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实际会发生的？他说当然是实际会发生的，我卡里只有6-7万块钱了。我说6-7万块钱你其实可以活个大半年了，但是当事人他却并不会这样想，他会觉得很紧迫，我只有6-7万块钱了。这就像我们看手机电量一样，它有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说这个电量没有了，而是其实当它在3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在2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完蛋了。我有1万块钱和我有50万块钱，由于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很有可能有人卡里只有1万块钱，但是他会觉得我好富足。但是有人的银行卡里有50万、上百万，他会觉得我好紧张，我好焦虑，我怕我明天就赚不到钱了。那我们试想一下，这种心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你判定它是匮乏还是它是馈赠？不同性格的人和不同的思考方式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其次就是本自具足，他说的不是你拥有了一切，而是你值得一切。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女生，她就是生活中特别飒的那种，她做什么都非常的果断。我记得我跟她第一次见面吃饭，在聊天的过程里，她就说了一件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她说我很期待我的40岁。我当时就想，不年龄焦虑就已经够难得了，怎么会有人期待自己更老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35岁左右了。她把国内一份高管的工作辞掉来英国读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后来直到在英国毕业以后，他又要重新开始，他不想回去上班，他想创业，然后他就回国，把他国内的老家的一套房子给卖掉了，搬到上海去租房子生活。这个时候他已经临近40岁了。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是，如果是我一定会很慌张，我会把我拥有的那套房子视为我的底气，视为我的退路。可是如果我把它都卖掉了，我还在为一个未知打拼，我觉得我心底一定是很慌乱的。但是他没有，他完全是生活在那种对新生活的向往当中。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自己非常痛苦的时期，就是我做自由职业，有一段时间收入非常不稳定，甚至会有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入的时候，然后我真的很慌张。而且人是越闲越慌张，有时候你忙，你可能就忘了去想，但是当你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反复的咀嚼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就跟这个朋友聊天，我说我感觉你来读书这一年你也没有赚钱，回去你又把房子卖了，把这个钱又花了，你为什么不会感受到没有安全感？然后因为是好朋友嘛，我还偷偷的问他，我说你能告诉我你大概有多少存款吗？我想知道他的底气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但是他就回答我说我没有存款。我说怎么可能有人没有存款呢？尤其是一个将近40岁的人。他说我手边是有一点钱够我生活，但是我并没有存一笔钱把它视作存款。他说我的安全感就来自于我有一种信念，我觉得我不会缺钱，我只是现在还没有赚到那么多钱。他的安全感不来自于他拥有的东西，那么他的恐惧就不会来自于他没有拥有的东西。他的生活质量一点都不低，因为他是个审美很好的人，他也会去旅行，他也会去吃好吃的餐厅，他也会去看展。
你如果只是外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没有存款的时候，你简直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超级有钱人吧。反观另外会有一些有钱人，他的银行里躺着很多钱，可是他很畏惧花钱，他很畏惧享受生活。这种恐惧，他其实并没有因为他的拥有而享受到，你觉得是吗？你可能暂时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你不是一个不值得有钱的人，你只是暂时缺少爱，但是你不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他说今天听了您的世界越大事就越小这期播客，我的感触特别大。我之前就是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困住自己，一直陷入焦虑之中。我想改变，我一直安慰自己，可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我现在呢又陷入了新的困境，我觉得很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学习学不进去，我觉得自己就是清醒的堕落，我觉得自己很矛盾。我想做出改变，可是我现在就是集中不住注意力，我特别的无奈期待您的回复。我觉得我们都有过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很想改变，想要进步，想要成长，然后我们会看书，我们会听播客，我们会运动，但是所有的改变它都不是立竿见影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本质上问的是说，为什么我懂了很多道理，却还是做不到，却还是没有变好呢？我想是因为改变它不是靠一次的被触动而发生的。我经常也在读书的时候或者听播客的时候听到一些句子醍醐灌顶，我觉得我要以它来指导我的人生，我要把我的生活越过越好，我也要迸发出勇气、能量、智慧。但是其实回到现实的生活里，它很难付诸于行动。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一封提问很触动我的一个点是说，他说自己是清醒的堕落。我们有时候在一些阶段也会觉得好丧好废我看见了我自己的丧，我看见了我自己的废，可是我不知道我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除了批评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从这个泥地里给拔出来。但是我想说，当我听见一个人说自己正在清醒的堕落的时候，我听到的其实不是堕落，而是他还没有放弃自己。因为真正完全放弃的人，他是不会感觉到痛苦的。如果你还感觉到痛苦，那就说明你心里还有一个部分仍然想把自己拉回来，仍然知道未来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那儿等着我。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却动不了，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原因，因人而异。有时候可能是你太累了，有时候是因为你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也有时候是因为你害怕努力了，行动了，付出了那么多，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这三个原因都会存在，而且不一样，他们的解决方式也不一样。如果很累了，我觉得要停止那个苛责自己的声音，因为有时候一直追求进步，一直追求成长，它来自于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要力争上游，我们要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好。久而久之，这个声音会变成我们内在的声音，我们会时不时就拿鞭子抽我们自己，说你今天怎么做的事情这么少，你怎么这个月的业绩没有上个月的业绩好。当你感觉累的时候，你就要倾听，我累了，我要休息了，我要放过自己了，我休息一下，我能怎么样呢？能坏到怎么样呢？其实你休息了之后，你慢慢平静了，你可能自然会生出一些动力，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思考。然后另外，如果是迷失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也不必急着就是说我要去找一个更有阅历的人去问一下，我要不要去问一下 AI， 我要不要去算个塔罗牌，我要不要去算个命。当你越急着要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往往会随机抓取一个错误答案，因为人就是很慌乱。也是先让自己先平缓一下，仔细的去想你这个问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无法从 ABCD 当中做选择，他们牵制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一个表面的问题再往深了走一步。然后至于这位朋友问说怎么样才能集中注意力，我的建议是说，集中注意力它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是有科学家研究，人就是没有那么容易集中注意力的。以前我们说一堂课45分钟，其实你真正能集中注意力的可能就是5分钟10分钟，然后你就会有点跑神，然后你会再拉回来，其实这都是很正常，这是人之常情。
只是我们被训练到觉得集中注意力是一个很必须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他只是坐在那，他可能已经走神了。你以为他在非常集中注意力的学习吗？并不是。我觉得首先是意识到这就是人的常态，人就是很容易走神呢。我可能说着说着我就会跑题，我可能本来拿出手机来想要查一个问题，结果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觉得首先是原谅自己会这样，再一个呢，就是把所谓的集中注意力把它拆解，把它变小，从非常小的动作开始，而不是要求说我要集中注意力，可能是说我先集中5分钟不碰手机，我先把某一件事情集中的做完。我觉得很多时候人都不是没有意志力，他都是因为我设定的这个目标太大了。比如说我要集中注意力，这个目标就非常的大，大到你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可以把目标变小，再变小，再变小，小到你抬起手来就能完成，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您好，我是一名高考完的学生，然后呢，我面临着填志愿这样的大事，我做的不够好，填的志愿不太满意，但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我就很担心，如果我真的去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会不会对不起我高中3年来的努力？因为我高中3年来的努力，每次看不到曙光坚持下去的时候，我总是想着上个好大学，我的人生会不会就光明了一点，就会对得起我的努力了。但是我发现我好像上不了什么好大学，努力了这么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就特别的苦恼，总是很焦虑。如果您是我这个年纪，您是我的话，会怎么做呢？虽然他问的是填志愿填的不满意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但是我想他问了一个非常有普适性的问题，就是如果结果没有兑现，那我过去的努力还算数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会引发我对于努力和结果关系的思考。我先回答你，就是你说会不会辜负这3年的努力？我先直接的回答你，不会。结果不尽你意，不会对不起你3年的努力。因为3年的努力，它不会因为你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就消失。其实我们做过的所有努力都不会因为它最后没有兑换成一个理想的结果而消失。像你说的，看不到曙光还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他们改变你的不是一个成绩、大学的志愿，他们改变你的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比3年前更坚韧、更自律、更不愿意放弃的人。这个东西它长在你身上了，它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可以把它收走，不管你去了什么地方，它都会永远跟着你的。我们会对付出和结果的执着，其实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把努力理解成一种交易，好像在说我吃了3年苦，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但是现实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努力不是每次它都能等价兑换结果。你今天高考毕业，你的努力不一定能等价兑换成结果。将来你开始工作了，有一天你的努力也不一定能等价兑换成结果。可能你会在一个项目上绞尽脑汁，花了很多心思去做，最后这件事情老板也不认可啊，合作方也不认可，都非常的有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我觉得当然高考很重要，它甚至是人生前20年里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它不是人生唯一的分岔路口。像我也是从一个小城市里出来的，我也没有读名牌大学，我选的专业也非常的冷门，我现在也没有在做那个专业，我以前是学表演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一个志愿，它可能会影响你开始的地方，但是它不能决定你最终能走到哪里。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不管是哪一个阶段，都不要把人生一次性的压注在一个结果上。我觉得努力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换取一个结果，努力它有更大的意义，就是它在训练一个人穿过暗处的能力。然后针对这位高考结束同学志愿报的不满意，他说，您是我这个年纪，您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我觉得我的建议是说，我会去，因为没有选择其实有时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你不会选错，因为你没有选择。我读大学的那个学校和那个专业也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因为我是先艺考的，我所有的艺考都没有过，只过那个学校，然后我的文化成绩又够了，我只能去那个学校，所以我是非常懵懵懂懂的进入了那个学校。
可是我想说的是，选择未必是越多越好的。有时候命运会以一种你意料不到的方式指引你去一个你当时觉得莫名其妙，你当时觉得不够好的地方。有一天回头看，你会觉得如果真的给我选，我未必会选到这个选项哦，然后这个选项还不赖哦。当然我觉得这是需要你事后才能慢慢体会的。我的建议是说，如果我只有这个选择，这个选择虽然我不满意，但是我还是会去。然后我会在这个过程里，可能大3大4我会考虑考研，我会考虑辅修，我会考虑双学位，我会考虑自学。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弥补它不是一个一选定终身的一件事情。我想说一件很残酷的事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它的好和不好有一点都是学历没有那么决定性。很残酷是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力气考上名校，最后他的人生也过得未必如意。很多人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毕业，也干成了一番大事，然后学校把他视为什么知名毕业生吧，然后以他为荣，母校以你为荣，和你去了一个名牌大学，你以名牌大学为荣，你很难说清哪一个比哪一个好。就像我说的，我会去，然后我会把这个学校用到我能用的极致。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兼职，增加社会经验，就是让那个学校的名字它不能定义你，它可能是一个写在你简历上的事情，但是它不能定义你是谁。你工作5年之后，你是哪里毕业的，你是什么专业毕业的，都开始变得不重要了。这不是结束，这是一个开始，而且还是一个很早很早的开始呢。我觉得高考刚结束的朋友，好好享受这个夏天，好好享受一段苦闷的日子结束，然后一段新生活要开始的时候吧。不要沉迷于那种对命运的判断里，不要去灾难化的想象未来，就去享受这个夏天，享受跟高中朋友的告别，享受打包东西去一个新的城市，我要重新开始了，享受自己一点点长出新的力量，新的自我，好吗？好，下面第4个问题。他说：您好老师，我是一位高3生又是一位高3的朋友。他说还有几个月呢就要踏入大学了，我从寒假开始听您的播客，我真的很喜欢。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一定要向上社交吗？如果不向上社交，是不是就永远不能进步？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是很浅薄。在我这个阶段的向上社交，就是和学习好的人一起玩。可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虽然学习不好，但是人很好，我应该和这样的人一起玩吗？虽然社交对高3生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我认为对一个大学生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希望您能看到这条留言，期待您的回复，谢谢老师。他问了一个永远普世的问题，就是人一定要向上社交吗？我先说我的结论，就是人不是一定要向上社交的。我坚决的拥护一个道理，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服务于进步。其实在前2年开始，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一些自媒体的内容会说要向上社交，好像我们都会做一个梦，就是我去够到一些比我更厉害很多的人，然后他要么就是帮助了我，要么就是成为了我的贵人，拉拔了我，然后我就从此飞升了，还是获得了很多机会。其实不是，这都是一种想象，不是你认识了厉害的人，厉害的人就会帮你。然后另外我觉得所谓的向上社交，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让我们把人分成有用和没用的，把关系分成值得和不值得的。这一点是我最不喜欢的。尤其是像我这种高敏感，或者是我很重视精神交流的人，我交朋友从来不考虑对方在我上还是在我下，有一天能帮我还是不会有一天帮我，就是我好像不会这样去思考一个问题。我想分享的是说，年轻的时候很珍贵的一部分关系，它恰恰不是会让你变得更强的，而是会让你在压力很大的生活里还能保留一点真实、松弛和善良。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第2个问题，他说成绩不好但是人很好的朋友值不值得交？我回答你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就是值得。可能人一定在经历过更多的事情以后会变得更现实，会有更多的考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一个人还很年轻的时候，
尽量保持一个很纯粹的状态。这个纯粹的状态也是要用在交朋友上。当你很纯粹的去接触一个人，跟他交朋友，跟他袒露自己内心的时候，如果对方也能接住你的真诚，他也是一个很善良很慈悲的人，这个朋友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不一定要是 CEO 大老板，他不一定要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是一个最平凡的人都可以。因为我会觉得善良、共情、愿意陪伴、有倾听能力，这些都比那些能力重要的太多了。我见过很多人啊，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拉他一把的朋友，从来都不是那些所谓有用的人，而是那些善良的人。有用的人可以给你带来资源，但是善良的人可以给你带来温暖。也许你在20岁左右，可能快要进入社会的时候，你会觉得资源很重要，但是当你来到比如说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有几个真心希望你好的朋友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会发现有那种做了10年的朋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如果我今天30岁，跟我做了10年的朋友，他正好就是从我的高中、我的大学开始跟我做朋友的。那个时候你应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是结交温暖、善良、懂你的好的人。就像你说的，虽然成绩不好，但是他人很好。我觉得人很好就是最重要的，因为成绩是可以提升的，但是人品是很难变的。你现在这个阶段和什么人一起玩，它确实会影响你，但是它影响你的不是你多考了几分，你的成绩变好，而是它会影响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交往的朋友都特别浮躁，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就很爱买名牌，很爱跟别人比较，很爱过一种炫耀式的生活，那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也会把你变成这样子的，他们的价值判断也会影响你的价值判断。可是如果你的朋友他就是一个很善良、很有好奇心的人，他喜欢小动物也好，他喜欢拍照也好，他对弱势群体有慈悲，他会帮助小动物，哇，当然要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啊。所以我觉得挑选朋友一定不要功利的去挑选，因为你认识他的时候，他资源再好，有一天资源会没有的。一个朋友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他因为他自己人本身很好，他可能会做成一番大事业。我觉得这个都是后话了，就是去跟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交朋友。其实恋爱也是一样的，去跟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谈恋爱，好吗？下一个问题，他说，丽人哥哥你好，我是一个00年的女生，我刚开始听你的播客，无意中发现了你的播客，我非常的感同身受。我是 INFJ， 我现在也处于人生的分水岭，我现在在考研，但是我也很焦虑。我一边想走自己热爱的心理学方向，但是我的父母不太赞同。理想与现实怎么样才能平衡？这位朋友呢正在考研，他说想学心理学，父母不支持。有些专业呢更好就业，但是呢内心不甘心。理想和现实，哇，我太喜欢这个问题了，因为它几乎就是我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人啊。前10年最大的挣扎，我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这个问题如果你前几年问我，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选理想，我一定高举理想的大旗，因为理想总是更崇高的嘛。但是我现在回答你，也不是说你要选现实，因为现实就是一个成年人的选择，都不是。我仍然是一个充满饱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理想和现实它不是2选1的。很多人都会把它理解成2条路，就是一条是追逐梦想，另一条是向生活妥协，对吧？它就是理想和现实。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以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往理想的方向走。父母不赞成你读这个专业，很大的原因其实是他并不懂心理学。就像我其实也并不懂心理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即使是学这个专业的人，他也很难给出就业的意见，因为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同一个专业每年有那么多毕业生，但是就是有人能找到工作，有些人不能找到工作，这都不决定那个专业它的好和不好。父母不赞成，一个是因为他并没有专业性的知识，再一个他是出于一种担忧，他担心你受苦，他担心你找不到工作。但是如果你能让他们看到
你有计划，你有思考，你有方向，你不是冲动，那他大概率就是他未必会非常主动的同意，可是他会默默的就是好吧，不那么阻拦你。他也许会慢慢的松口，但是他即使不松口，你也不需要他们的批准才能活成你想成为的人。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考研的阶段，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的路可以自己选，只不过选了之后，所有的结果也要你自己承担。当我们思考理想的时候，我们应该想的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想，就是你愿意为了它做功课、做计划，你也愿意为了它试错，你也愿意为了它承认它的成本。下一个问题说，听了你最近的一期播客，然后很感慨，我把内心藏了很久一直想要去学的专业又重现在了眼前，我现在站在考研还是就业的分岔路口，选择内心还是选择面包，我真的不知道去哪一边。一边是每个人都在劝退心理学，这个人也是要读心理学，需要付出很多的金钱和时间。另外一边是我本科专业计算机，算是很好的就业方向。宏大的理想固然很重要，可是终究要回归现实的生活。但是我又不甘心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我不是出生在一个有很多钱的家庭，可以有底气去自由的选择。我也没有像他们很高的学历，可以看似很轻松的跨专业的考虑。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选，怎么走。可能这一条消息发出去也会石沉大海吧，但是如果您看见了，可以给一点建议吗？首先我想说，我看见了，就是你想到的坏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比如说你想石沉大海，你看，这就是一个最小的验证，就是没有石沉大海。首先像刚刚那个问题一样，选专业是选我喜欢的，还是选别人觉得有前途的？然后我是应该考研呢，还是应该早点找工作就业呢？这个朋友说，我把内心藏了很久一直想要去学的专业又重现在了眼前。藏了很久，就说明他无数次的想过这件事情。宇宙会一直出同一道题，直到你给出了不同答案。我觉得首先是说，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这是第一步。你能听见它，你就已经比很多很多懵懂生活的人更有觉知了。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说的。其次是你有没有回应他。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卡在了这一步，他说但是我没有回应他。也许我应该鼓励你回应他，可是我更想说的是，不要用一次的选择惩罚自己一生。我觉得人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不甘心，我觉得有一些不甘心是很重要的，可是不是所有的不甘心它都值得你立刻奔赴的。因为有一些不甘心是生命力，有一些不甘心它只是一种比较和焦虑。这个朋友的问题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不是出生在一个有很多钱的家庭，所以我没有底气自由选择。我其实很理解，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你试错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变得特别的沉重。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钱的底气，不代表你没有其他的底气。我曾经一度也觉得我做选择很困难，就是因为我家不算有钱，我工作以后想要再去读书，其实父母也不支持，他们也不会给钱。我也曾经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底气做选择，可是也许没有家庭托举的底气，但是身为个人，我有没有别的底气？比如说内心的召唤是不是一种底气？我绝对的憧憬是不是一种底气？我的勇气是不是一种底气？甚至是我的莽撞是不是一种底气？我觉得都是。底气从来都不是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轻飘飘的一句支持。很多时候这个底气往往是来自于你内心的笃定。然后你问说，宏大的理想和现实的生活怎么平衡？我的回答是，你不需要在20几岁你就解决所有的矛盾，因为未必会有一个平衡。理想和现实不一定能平衡，我想做的事和父母的意愿不一定有一个平衡，我热爱做的事和它带来的经济回报也不一定有一个平衡。我觉得20几岁就放弃去寻找一种平衡。我曾经也觉得在这一条人生的轴线上一定有一个点，那个点是最正确的，我要找到那个点，我的生活就平衡了，我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真的没有那个东西。比较年轻的时候，
甚至是刚出社会的时候，你可以先解决活下来，再解决怎么活得好，最后再解决活得有意义。这不是妥协，这是一种顺序。有时候这条路可能会比别人慢一点，比别人累一点，但是这并不是绝路。有时候没有人帮你，也许你能更独立的面对更多的问题呢。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那个我们曾经觉得很奢望的一个理想的境界吧。然后下一个问题，他说：谭立人老师您好，我是从去年开始接触你的播客的，很喜欢你的内容，引起很多共鸣，很多个失眠的夜晚都是你的声音陪伴我度过的。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最近遇到了一些很迷茫的事情，想听一下您的意见。我目前23岁，专科金融毕业，有1年的新媒体运营工作经验，但是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从我初中开始，我就很向往上海，一直到现在，留在上海都是我的心愿。最近我刚离职，然后想要去上海找工作，投递了很多简历，基本上都石沉大海。目前约了3场面试，薪资到手大概也只有5000左右，去掉房租、水电、通勤，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所以我有些纠结，我真的要坚持去上海吗？如果不去，自己大概会有很多不甘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想他真正问的是说，我要不要为了一个向往承受眼前的不确定呢？我其实收到很多类似的私信，它都跟这种迁徙有关。要不要去上海？要不要去国外？要不要去更大的世界？我想说的是，大城市不是答案，国外也不是答案。但是我认真的觉得，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真的被某个地方、某种生活、某种可能性召唤过，那是值得回应这种召唤的。我觉得去更大的世界，它不是为了证明那里一定好，而是为了让你亲眼看见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跟别人告诉你你适合什么，你应该要怎么样，是完完全全的不同的。不要去过那种二手的生活，尽可能的去用你自己的眼光、你自己的品味去选择你的生活，去构建你的生活。所以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这句话，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一定会去的。虽然你现在很纠结，说5000块钱月薪，然后去掉房租、水电、通勤，可能剩不了什么钱。去了呢，可能过得紧巴巴的，但是不去呢，又会不甘心。我觉得这个纠结本身，它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心里是想去的，只是你怕去过了之后会过得不好。我想换一个角度说，那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结局，你去了上海，你大概率过得不太好，你会租一个很小的房间，然后你会算着钱吃饭，你每天叫外卖都只敢叫10几块钱、20块钱的东西，然后你会在上海那个五光十色的城市里看到很多人过得比你更好，好得多，然后你会在某些深夜里问自己为什么要来，你甚至会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默默地流眼泪，然后第二天还是挤着地铁去上班。如果我说的这些都会发生，你还会想去吗？那些坏事都发生，可是我那么想去上海的一个人，我去了，我在上海工作过，我感受过那种在上海挤地铁都市丽人的生活，不管它好不好，我亲身的经历过，我亲眼的见过那些 CBD 的写字楼，我也去过最 fancy 的商场逛过，哪怕我没买，我感受到的这一切值不值得呢？虽然大城市很多花销都很贵，但是大城市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东西是免费的。上海最好的商场一定是超过我老家最好的商场的，我哪怕不去买东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那些大品牌的陈列，它的审美，我能看到那些在商场里逛街的人精致白领的穿搭，其实这都是一种学习，这都是大城市能带给人的滋养。上海最好的书店一定比我老家最好的书店要好上很多很多，我可以泡在里面一天读一本书，这个环境带给我的滋养又是怎么样呢？大城市的丰富就是来自于你没有出发前，你不会预料到你会得到什么，所以困难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也会发生，就是你会活过来。
你会在大城市活过来，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适应那么小的房间，原来我擦掉眼泪，我明天可以照样去上班，原来我可以在这个大城市里靠自己活下来，我还活得很好呢。这个带给你的触动，它会成为你年轻时候一股巨大的能量，然后你会在大城市交到朋友，你会遇到一些和你一样从小城市来，然后在这里硬撑着的人，然后你会有一天敞开真心的跟他诉说你心里的害怕，你说你好怕在这样五光十色的城市里待不下去啊，然后对方跟你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然后你们会交换这种在大城市的寂寞、孤独，然后你们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战友。如果你不去，你不会受苦，但是那个在你心里会不停地冒出来那个如果我当时去了上海，我会怎么样的那个念头，它会反复的出现。我们今天的问答就到这里。我想有些事情它其实未必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的回答也只提供一种视角，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答案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人生其实很少会被某一个选择彻底毁掉，也很少会被某一个选择彻底拯救。生命更像是一条长长的河，有弯道，有急流，有看起来好像要断流的地方，有看起来好像要走不过去的地方，但是它一直都在流。你当时以为天大的事情，5年以后回头再看，它不过就是你流进的一个路口而已。所以总体来说，如果你问我对那些正在迷茫的人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是不必急着好起来啊。这个答案可能跟你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你现在所有的困惑、不安、焦虑，他们都不是在阻碍你，他们就是青春本身。没有青春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的问题你不需要把它们彻底解决了，你才能好好生活。你可以带着他们一起生活，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就好像开车的时候，我们在雾里开车，你看不清远方的路，但是你可以看见前面5米，那你就先开5米。你看完这5米之后，你就再看下一个5米。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想以后我还会继续做这样子的主题，也许下一期呢的主题是关于关系亲密关系、阶段性友情、原生家庭等等。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主题呢，也请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也欢迎在评论里和我的社交媒体的私信里给我留言。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我想把最后这句话送给你：你现在所有的不确定都将成为你后来确定的一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